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播客，我是李红。大家好，我是王阳。李红，我刚才走进房间，第一眼看到你，就觉得你今天特别不一样。你今天这件衣服颜色真的很漂亮，特别像春天的感觉。哇，谢谢你，王阳，你嘴真甜。你这么说，让我的心情一下子就变好了。哎呀，这是真的。我刚才就在想，夸奖的力量真的很大。但是我认识的很多学习中文的朋友，他们人特别好，可是夸奖别人的时候，好像只会说很好或者漂亮，说完以后，两个人就没话说了。是的，很多人觉得夸人特别难，有时候是不知道说什么，有时候是觉得害羞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聊聊如何用中文夸奖别人，让你的朋友听了以后也会非常喜欢你。太好了，我刚来中国的时候，别人帮了我，我只会说谢谢，你很好。说完以后，我觉得意思没有表达清楚，感觉有点简单，也有点笨笨的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想夸老师，但我说了半天，老师没听懂，我当时脸都红了。没关系，夸奖是一种艺术，也是一种礼貌。在中国，夸奖别人能让说话变得很舒服，能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懂事、特别温婉的人。对，那我们先看看为什么大家觉得夸人很难呢？除了怕说错话，还有什么吗？我觉得第一个原因是词语太少了，大家只知道很好、漂亮、好喝这些词，用2次还行，用100次就像没有味道的菜，别人听了也没什么感觉。对，这种感觉就像是每天都吃西红柿炒鸡蛋，虽然好吃，但也会腻。是的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害羞。以前很多中国人被夸的时候，总觉得应该谦虚，说哪里哪里。这种感觉就像是怕别人觉得自己太骄傲，所以习惯性的把夸奖推走了。结果弄得夸奖的人也会觉得有点尴尬，不好意思接着说了。难怪我之前夸别人，对方一直摇头，我还以为我说错话了呢。不过我最近发现，好像情况正在慢慢改变。昨天我在咖啡馆看到一个女孩子的包包很特别，我就大胆夸了一下，结果她居然对着我笑得非常开心，还说了谢谢。没错，这就是我想说的，现在的变化。现在的年轻人想法越来越开放了，大家觉得既然别人夸我，说明别人欣赏我，那我就应该礼貌地接受这份喜欢。所以现在很多人不再躲躲闪闪，而是会直接说谢谢，或者开玩笑说谢谢，你真的很有眼光。这种气氛是不是听起来更加轻松呢？那我明白了，面对不同的人，也要用不同的方式。如果是老师或者老人，听到哪里哪里，我们就要知道他们很谦虚。但如果是面对朋友，听到谢谢，那说明你们的关系已经很好了。而且哪怕对方谦虚，你也可以接着夸。比如对方说哪里哪里，你接着说我是真的觉得你做得特别好，这样对方会觉得你真的很喜欢他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那我们快教教大家怎么夸吧。我发现越细越好，但找细节真的好难呀。没错，第一个技巧叫做夸细节。真正的夸奖需要一双会看的眼睛，你要说出哪一个点让你觉得好。细节，比如我刚才夸你的衣服，如果我说你这件衣服的颜色很好，特别是这个领子的设计，让你看起来特别有精神。这样说的具体一点，是平坦还是更好呢？哇，王阳，你太会夸了！你看到了颜色和领子，这就叫夸对了。对方会觉得你真的在认真看他。我们再说个例子，比如去朋友家吃饭，你可以夸夸吃的感觉，
比如说，这个菜特别脆，一点都不油，特别舒服。哦，脆，记住了。那如果是鱼呢？如果是鱼，你可以说非常嫩；如果是蛋糕，你可以说很软，不太甜。在中国，夸甜品不太甜是很高的夸奖哦。明白了。那如果看到朋友的衣服或者小东西呢？你可以说你戴的这个手表真好看，和你的衣服特别配。或者夸夸头发，这个新头发让你的脸看起来很小，很漂亮。特别配，我记住了。那办公室呢？夸同事怎么夸？这就是第二个技巧，夸能力和努力。比如报告写得好，不要只说好，你可以说这份报告写得很清楚，而且很有道理。PPT 看起来特别舒服，一下子就明白了。哦，一下子就明白了。那如果办事很快呢？那你就夸他，这么麻烦的事情，你居然这么快就做好了，你办事真的太靠谱了。或者说，还是你的办法多。真有你的，这不是也常用？没错，真有你的，意思是你做的让我很惊喜。比如，朋友做了一个很难的动作，你可以拍着他的膀子说：“哇，真有你的，居然会这一招。”那第三个技巧呢？第三个是反问式夸奖。这种夸奖听起来像是忍不住的感叹。比如，别只说你聪明，你要说你怎么这么聪明呀？加上怎么和这么，很有惊喜的感觉。哇，我懂了，你怎么这么棒呀？听起来像是我都不敢相信你这么优秀，力量太大了。没错，王阳，你的中文真的太厉害了。看来你已经掌握了这些夸奖的秘密。不过，理论虽然听懂了，实际操作还是需要练习。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复习一下，针对各种常见的场景做几个小练习。好呀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我们每个技巧都举个例子，大家跟我一起想象那个画面，一起听，一起学，看看我说的对不对。第一个挑战，夸细节。王阳，想象一下，你现在正在参加一个派对，你看到朋友买了一部新手机，颜色是那种非常罕见的墨绿色，你打算怎么夸他呢？让我想想，我会说，哇，你的手机颜色真特别，是墨绿色的吧？看起来非常有气质，而且这个外壳的手感摸起来真的很舒服，你的眼光真的太好了。李红，我这样说怎么样呢？太棒了，王阳，你不仅夸了颜色，还提到了手感，这样听起来真的很有真心。接下来是第二个技巧，夸能力和努力。同事小王花了3天时间帮你整理了一份特别复杂的数据，虽然只是小事儿，但帮了你大忙。你该怎么表达呢？我一定会握着他的手说，小王，真的太谢谢你了，这份数据真的太清楚了，把我之前没看懂的地方全都用颜色标注出来了，还是你有办法。跟你一起工作真的让人觉得很放心，这种细心的程度我真的要向你学习。哇，王阳，你进步的让我惊讶，你连向你学习这种句子都会用了。好，最后一个技巧，反问式夸奖，这是最能表达强烈感情的方式。比如你的朋友平时看起来很文静，今天突然给大家录了一首，做了一桌子特别地道的中国菜，你该怎么表达你的震惊呢？我会瞪大眼睛，大声说，我的天呀，你怎么这么会做饭呀？这味道简直比饭店里的还要好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出这种味道的呀？我简直不敢相信，原来你是一个隐藏的大厨。这种夸张的表情，加上这种反问的语气，效果绝对满分。王阳，你现在简直是夸奖达人了。只要记住真心加细节，再配合不同的句式，你的中文夸奖就会像刚才练习这样，变得非常地道，而且充满魅力。谢谢李红，今天的复习让我信心大增。我发现夸奖别人不仅是让别人高兴，我自己说完以后心情也变得非常好，这种能量的流动真的很神奇。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。夸奖是免费的，但它给别人带来的快乐是无价的。
记得多多练习哦。我们下次再见。我们下次见。